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鬼故事的世界赞助播出，在这里可以免费看我写的小说哟。提起埃及，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？毫无疑问，金字塔。其实金字塔是古埃及的帝王，也就是所谓法老的陵墓。在古埃及，法老被认为是神的化身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而法老去世后会以木乃伊的状态长眠于金字塔中，以求死后获得永生。在埃及众多法老中，最著名的莫过于黄金法老图坦卡蒙了。为什么他最著名呢？因为传说他的金色面具下隐藏着一个异常恐怖的诅咒。这个恐怖诅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本期老烟斗就带大家去了解有关他的恐怖传说。图坦卡蒙是古埃及新国王时期的一个法老，原名叫图坦卡吞。9岁登基后开始君临天下，但在18岁时却离奇暴毙。有传言说他死于谋杀，也有人说他死于家族遗传病，充满了神秘色彩。1922年11月5日，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·卡特找到了图坦卡蒙陵墓的入口，在他的合作者卡纳冯赶到后，他们开始探索这个从未被盗的陵墓。在一连打开了2道门后，无数的奇珍异宝出现在了他们面前，这让所有在场的人有种被砸晕了的感觉。在第2年的2月17日，第3道门也被发现了。在这里，他们打开了陵墓主人图坦卡蒙无比豪华的棺椁，但也是在这里，厄运开始了。因为考古队的带头人卡特发现了一个用粘土做成的匾额，几天后，这个匾额上的文字被翻译出来了。谁扰乱了这位法老的安宁，死神之意将在他头上降临。起初看到这句话时，考察队的队员都不以为然，因为诅咒本身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。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从此图坦卡蒙的诅咒似乎从远古的阴影中睁开了他仇恨的眼睛。有人会猜测，第一个被惩罚者肯定是卡特，因为他是这次探险的领导者，但事实上不是。第一个牺牲者是他的好朋友卡纳冯，死因是其面颊上的一个肿块。据说当卡纳冯进入图坦卡蒙陵墓入口时，他的左侧面颊突然被什么东西遮了一下，伤口顿时肿胀且疼痛难忍。此后卡纳冯便患了坏血症，发起了高烧，牙齿也陆续脱落了。后来卡纳冯搬到开罗，但他的脖子开始肿胀，并发肺炎。几天后，卡纳冯住进了开罗的一家医院。1923年4月15日凌晨，值班护士突然听见卡纳冯大声地叫喊道：“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已经听见召唤了。”没等护士赶到他身边，突然停电了，到处变得漆黑一团。5分钟过后，当电灯重放光明时，人们奔到卡纳冯的窗前，只见他极为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半张着嘴，已经断气了。图坦卡蒙3，多难受。卡纳冯公爵在弥留之际，像梦呓一般不断呼叫着法老的名字，异常痛苦地死去了。周围的人们恐惧地嗫嚅，这一定是法老的报应。奇怪的是，后来用 X 光检查图坦卡蒙的木乃伊时，闯入者受到了惩罚，代价是生命。这样的诅咒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。但事件的后续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卡纳冯之死不过是一连串死亡事件的开始。因为在不久后，在开罗那家医院护理过卡纳冯的护士也突然死去了，死因不明。而卡纳冯勋爵的老朋友美国铁路业巨头乔治·杰戈德走进了图坦卡蒙的陵墓，仔细地参观了一遍后，在第2天便无缘无故地发起了高烧，并且就在当天夜里猝死。1926年3月，法国埃及学家乔治·贝内迪特在参观了图坦卡蒙陵墓之后摔了一跤，这一跤就要了他的性命。同年，勒弗米尔教授在参观了图坦卡蒙陵墓后的当天晚上，就在睡梦中死去了。而第一个解开裹尸布并用 X 光透视图坦卡蒙法老木乃伊的解剖学专家齐博尔特·德利教授，才拍了几张 X 光片就发起了高烧了，身体急剧的衰弱下去，他不得不带病回到伦敦。第2年他就死了。此后，
卡纳冯的助手以及参加过挖掘和调查的学者专家纷纷神秘死亡。这样一件又一件的神秘死亡事件也被称之为图坦卡蒙的诅咒。看到这儿，很多观众可能会发现，受到惩罚的好像只是卡纳冯和他的朋友同事，而事件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却活得好好的。这样说的也有道理，因为卡特在挖掘工作16年后，也就是1939年到65岁才逝世。为什么卡特能被诅咒宽恕呢？卡特一起最先踏入图坦卡蒙墓的伊布林得了抑郁症了。每日看着自己的爱女郁郁寡欢，卡特心中异常痛苦。而且在卡特死后不久，伊布林也选择了上吊自杀，并且留下了一封谜一般的遗书：我再也无法忍受诅咒了。发掘和考察金字塔陵墓的科学家一个个神秘的死去，而他们的病态都是发高烧、中风、血液循环崩溃，突然得了迅速致命的不治之症。这真的是法老咒语显灵吗？对于诅咒这个传说，其实还有另一种说法，那就是阴谋说。据说霍华德·卡特最初答应做记者好友阿瑟·维格尔率先报道图坦卡蒙金字塔的发现，但是由于资金不足而接受了卡纳冯武士的赞助，而卡纳冯不知道卡特与维格尔之间的协议，所以找了其他记者来报道此事。而亲眼见过木乃伊的10个人在30年代仍然活着，比如负责陵墓拍摄工作的哈利·伯顿死于1940年，卡纳冯武士的女儿也是最早进入陵墓的人之一，直到1980年才去世。对木乃伊进行解剖的德里博士更是活到了87岁高龄。至于卡纳冯等人，极有可能是在陵墓中感染细菌得病才去世的，因为那些细菌在陵墓中生存了3-4千年，所以让现代医学有些措手不及而已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？好了，本期到此结束。还没关注我公众号的朋友，快拿起微信搜索老烟斗，注意是拼音老烟斗来报道吧。咱们下周不见不散。